呀，最喜欢你这种喜眉笑眼的姑娘了，看着就舒心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来着？奶奶，我叫庄洁，我妈是廖涛，廖根基那个。哎呦，我可好你们家那一口了。哎，快微信把我注上。哦，我叫古贝贝。你名字真好听，古贝贝。你怎么认识我们家东子的？我俩是高中同学啊，怎么没听说过啊？我高3的时候去上海的亲戚家寄宿了，在那边参加了高考，上了大学，所以陈麦东对我印象不深。哦，大学生啊，研究生，工作2年之后读的。太了不起了！楠楠，你刚不说你困了？困？谁困了？要困你困。哎呦，我那天呢，光顾着跟你说我孙子了，我都忘了问你了。你现在还摇对象吗？摇上吧。楠楠，我不着急摇，想先以工作为主。哎，你不是跟我孙子一样大吗？怎么能不着急呢？要我说，你们呐都是被工作耽误了。你看我孙子，而立之年的大小伙子，有编制的公务员，在镇上那可受敬仰啊。这不，今天这个答谢宴非得把他请来做 C 位，不来还不开席啊！奶奶，奶奶您真时尚，还知道 C 位呢。哎，你们俩别打岔，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我孙子身体倍儿棒，没事啊他就健身，多少年都不带感冒的。还有啊，前年呐，在我们镇东头啊买了一套2室1厅的楼房，哎呦，可高档了，装潢的可好了。庄杰，你手机响了？哪响了？我也没听见呢。哦，调静音了。哎呀，这麦东眼神真好。奶奶，后面外卖催我了。哎呀，刚聊太开心，我都忘了。回头咱们微信聊，好不好？你别走那么急啊！你们俩加微信了吗？那行，不耽误你送机了。奶奶再见。哎呀，多讨人喜欢的姑娘啊！长得白净，眼神机灵，身形又好，关键是她还单身呢。吃花生吗？就是吃。陈卫东他奶奶挺逗啊。可算了吧，把我都给聊尴尬了，你想多罕见啊！但是他奶奶也不算是吹牛，陈麦东这种遗体整容师在咱们镇上确实算得上是1号人物啊。而且他之前在北京的大殡仪馆干过呢。据说很资深哦。王西夏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废话嘛，跟你比起来，我才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南平人哎。那还找不着对象，把他奶奶愁的，恨不得让我俩当场洞房。陈麦东不好找对象呀，不只是因为职业的关系，还因为镇上总传他小时候犯浑，闹出过人命来着。小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就高3啊，转走那学期。他当时不就总打架吗？出人命那会儿啊，据说是跟一群小混混在械斗来着。哎，现在什么样啊？身上还有那小混混的气质吗？他当年也不是小混混，顶多算桀骜不驯。倒也是了，估计就是以讹传讹呢。当年要真有他什么事儿？如今还能好模好样的在镇上工作啊？我觉得也是。但我跟你说啊，他的奶奶也够有料的，当年在省乒乓球队当教练，特别风光。可就是因为跟同事打架，受了处分才适度受阻的。我怀疑陈麦东那点暴力基因啊，都来自于他奶奶。
你说就他家这些传闻，陈麦冬能好找对象啊？本本分分的镇上人，谁敢嫁呀？你真对小杰没印象？您今后能不能别总在床上吃零食啊？问你呢，别打岔。小杰高中什么样子啊？追他男孩多吧？他现在干什么工作？我都跟他10几年没见过面了，您觉得我能知道？你们不是每年都有同学聚会吗？小杰这么出众，你们男生不谈论？反正我不谈论。好好说话，就你这样的，缺乏鉴别女人的眼光，还得我给你找。小杰吧，知根知底，年龄跟你又般配，性格又不扭捏，比你以前那个害人精呢。奶奶，你也好好说话。怎么还不能说了？那宋一就是个害人精，看似弱不禁风，钓你那么些年，还不是脚踩两船呢？您眼神好，那您就没看出来，庄杰带着假肢呢吗？我就知道您会是这个表情。中学那会儿，庄杰跟他爸出了车祸，他爸离世了，庄杰右腿膝盖以下截肢了。你自己的东西不准备好，那待会儿地上潮乎乎的又往外蹦，摔了可没人管你啊。谢谢妈。你有疼啊？正常疼。我帮你按。也不用，泡个澡就行。你赶紧睡觉去吧。陈曼东，我刚反应过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表情啊？您急什么呀？气打伤身。我话放在这儿啊，小杰这孩子我看上了，我还警告你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歧视残疾人。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他，我只是没看上他。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比您都吵。耶！哎，你个臭小子，陈曼东，你别不识好歹！人家庄杰要不是因为有缺陷，难道现在还没成家吗？再说了，他走路跟风一样，一点都看不出来腿有问题。你再倔了，你就注定单身一辈子。小杰都说了，有人用手机摇一摇都能摇上个媳妇儿，你呢？依我看来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睡觉，你就应该成宿抱着手机给我摇。出的什么馊主意？还摇，土死了！
早上吃什么呀？吃就知道吃。你妹这成绩都要颠车递薪了，也不说早起几分钟管管她。您不都亲自过问了吗？还用得着我啊？我看懂这卷子吗？我也就威慑她一时半刻的。再说了，我能整天不顾着店专门盯着她？你也没少安排我呀，我这几天忙得脚都不沾地了。何况我没耐心，当不了家教。哎，庄严这2天不是要放假了吗？您跟他说，比我靠谱。庄严，靠谱？你可真敢说。你别哪个孩子不在就说人家坏话。庄严是咱镇的高考状元，怎么还当不了个小学家教？你以为光会考试就行了？那脑子也得正常才行啊！看你这张嘴，你是……庄严回来了啊！哥，别，等会儿。这是何叔何张月，这是我妈廖涛，我姐庄洁，以及我妹何袅袅。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季三蛾子。庄严好，季三蛾子好，多可爱！你看看他啊，自己穿的跟个扑棱蛾子似的，还牵个季三蛾子，我哎。克制一下，至少24小时之内别说脏话。小聊气儿你啊！我检查作业。师傅，你说这法定假日，咱们公职人员也得轮流值班哈。重复一下案例数据。哦，头部遭碾压的老年女性，开放型多处粉碎性骨折，自右侧颈部经唇、鼻及左眼至左前额有一道不规则的撕裂伤，长度这个应该长度约为15到18厘米，并伴有面部多处骨骼撕破伤。经清理，头部大概有大小不一的骨片30余片，近1/3集中在面部。由于逝者面部皮下脂肪较少，所以最佳的固定方案是毛损法。原因？原因是，他毛损法主要应用在头面部的扁骨固定，在骨板中间的骨松质层植入钢铆或钢丝，用胶水粘合连接断裂的骨片。这种方法隐蔽性强，骨骼表面平整，没有明显凹凸感，但不适用于什么？不适用于是不适用于小于70度或大于120度的斜断面。姐，那个男孩，他的人生还没开始，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，就这么消失了。他既不光芒万丈，也没树碑立传，很快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父母，都不会有人记得他了。那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死亡是最让人无能为力的，也是最公平的。每个人的骨灰重量都是1800克到3100克。它从不以成功或失败论英雄，只要存在了，就已经是意义。
弟，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有时候不幸也会降临到一些好人身上。你看看你姐我，我该明白。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拐杖也可以是武器。拐杖也可以是武器，我相信了。所以现在活得还不错。人的韧性是很强的，不论是你，还是那个孩子的父母，都会撑过去。嗯。我得去忙了，你们早点回去吧。走，回家。庄严睡了。吃了半片安眠药，总算睡着了。谁让他不老实在家待着，跑那么个鸟不拉屎。哎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庄严也不想碰上这种事儿啊，别总黑这个脸儿。哎，我是觉得他一个男孩子啊，遇到点什么事儿都扛不住。你看他那样，魂儿都没了，连他那鹅都是何娘娘帮他找回来。人家都说了，泡了几天的，视觉上肯定很惊悚，你搁谁都得缓几天。再说了，你别总拿男女说事儿啊，谁规定男孩不能哭不能怕？你这也算性别歧视。你就总向着你弟弟，什么都是我的错。你之前还说他靠谱，他除了考试，什么事儿上靠过谱？这还没往家挣一分钱呢，就张罗着要退学了。这不就是一个想法吗？你别这么早下定论。退一万步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还罗马？我跟你说，他要真退了学，能玩转咱这南平镇，我就跪地上给他磕仨响头。你这锅东西还要熬多久啊？早点睡吧。我看你这脾气，也是因为缺觉。你少分析我。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哭战场熬这东西？我早就干得够够的。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仨冤家，我去年就想租开发区的厂房，能全自动化，还用受这罪？好事儿啊！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你租。租？卖肾去啊？我跟你何叔的那点积蓄，不全给你们仨在镇上买了？买房了，给我也买了。你不是我闺女啊，少了你像话吗？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回镇上的。你那房子买了也是租出去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？这句话的重点是大陆和罗马，不是乡间和南平。怎么着？你也要跟我聊精神世界啊？上海就是你的罗马，我们这小地方容不下你。没那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说。你说呀。儿子不争气，女儿不省心。我还笨个什么劲儿啊我！
我是不是说过在家别穷讲究？时不时尚的谁看你啊？穿你何叔给你贴好防滑垫的那双。干嘛？没钱了就说。你儿子没赚钱，闺女可不少挣。哎呦，我不要你的。怎么着？重男轻女啊？非得儿子传宗接代、继承族谱？当闺女的想支援你点钱，你还怕欠人情啊？论诡辩，你们仨全镇最多。妈，我喜欢待在你和何叔身边，很安逸。但就是因为太安逸了，会消磨人的意志。待短时间可以，一辈子肯定不行。正因为我身体有残缺，所以才更要力争上游啊！从我考到上海第一天起，我就打定主意，我要比普通人更有斗志。我要当南平的金凤凰，在上海扎根，不要不停地向上爬，去看更高、更远的风景。哎，谢谢啊。要一只鸡啊？嗯。哎，廖涛，来，赶紧的，给我补填张表。哎，你这打哪儿来呀？这一脑门子汗。我还一脑门子官司呢。镇长啊，想趁着这五一假期的功夫啊，把那个在外边求学工作的那些大学生啊，都召集在一块儿，开个茶话会。我这挨家挨户的搞了好些天的人口普查了，哎，我查到你们家，怎么也找不到你家庄严的户籍资料了。你看，气死我了！这都多少年的东西了，再装一份不就得了？这话说的，这些东西我每年都要检查更新的，这是丢份资料的事儿吗？这是对我职业素养的侮辱！哎，气死我了，简直的！哎，要说咱女人这更年期啊，太坑人了啊！干啥不行，吃啥不剩，有的时候我都恨我自己。哎呀，我也是，这跟更年期没啥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怪就怪我们家庄严，只要跟他沾上边，就全是幺蛾子。哎呀，这大帽子扣的，关人家孩子什么事儿啊？你是没摊上这么个儿子，看他一眼减寿10年，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？你有个好闺女，你就偷着乐去吧啊！刚才我还见着你们家庄杰带着何袅袅给你跟老何买衣服的，那能一样吗？那庄杰从小跟我苦过来的，我其实一点累我都不想让这孩子再受了。你不是偷偷的在镇上给他买房吗？那也得领情啊！昨晚还给我拌嘴，要我说呀，就他那腿，再加上他那心气儿，在上海也不是那么好找归宿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只要他肯回来，这事儿往我身上揽。你别吹了，你还是先把那难缠的陈老太太打发了再说吧。妈呀，咱那陈奶奶，哎，现在整个镇委会的人啊，看见她都绕道走。依我看啊，哎呀，哪家闺女要是进了她家的门，那才叫真倒霉呢。哎，有的时候啊，我看那个陈麦冬，我都觉得这孩子可怜。姐，我自己把成绩提上去还不行吗？你就别管我了。哎呀，快点！姐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找补习班啊？我才不花那冤枉钱呢。但我找到了更适合你的补习班。姐，哎呀，闭嘴，没得说。小杰，
奶奶，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正想着今天不做饭，到你们家买点好吃的呢。您去啊，我妈在呢，让她给您打折。哦，就当谢谢陈麦东照顾我们家庄严。不用了。是不用，今后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一家人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啊，你姐姐庄洁和我孙子陈麦东，他们注定要结婚的。缘分这东西啊，谁也拗不过了。你走火入魔了吧？哎，这，过来，来，小杰啊，你别嫌奶奶说话太直啊，你们都是大人嘛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替你们侧手。哎，奶奶，咱不信封建迷信那一套。哎，好，那我们说点客观唯物的，你是不是单身吧？你跟我们家东子年龄相仿，也算是知根知底吧？那不就得了？你看他仪表堂堂，你貌美如花，没有理由不凑在一块试试。奶奶，谢谢您看得上我。实不相瞒，我确实对您孙子挺有好感的。高中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陈麦东不错，但那都是好早以前的事情了。科学家不是说了吗？人体细胞每7年更新一回。我们现在等于换了个人，早没旧情了，跟陌生人没有区别。那更好啊，重新来一遍，还新鲜呢。我这趟回南平呢，就是休假的，很快我就要回上海了。我跟陈麦东呢，也只能是朋友，不能耽误他。谢了。那个，哎，小吉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2个人真的是天注定的。谢了，谢你个头！走啊！奶奶，第2回了，你能不能别总干这么让人尴尬的事情？我跟人庄杰真不熟。你少管我啊！奶奶，凭良心讲，之前我对哪个姑娘使过这么大劲儿啊？您怎么就偏偏盯上人家庄杰了呢？是不是林奶奶给您下什么咒了？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林妹妹最近啊，光带着我读诗来着。还读诗，听着就吓人。读什么诗啊？陈麦东，僭越了，还轮到你来考我？不敢，我就想帮你翻译翻译，这兴许能翻译出一个跟庄杰没关系的版本。天机不可泄露，这事儿在我心里已经定下，你自己不行动，我就舍了老脸替你追小杰。奶奶，奶奶，您能不能别胡闹了？行啊，那第2个办法，把你爹妈都叫回来，带上他们各自再婚对象、家庭成员，我们正式的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聊聊你的个人问题。不用这么大费周章。你现在知道什么才叫胡来了吧？